Hello，大家，我目前呢已经开学一个月又一个礼拜了。今天是2月14号，祝大家情人节快乐。那我是1月6号开学的，所以目前已经过了一个多月。那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目前留学下来的感觉。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目前就读的是研究生文凭，然后我是在维多利亚的 Carmosen College，位于西边。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个月的感觉。首先呢，就是我在这边几乎没有看到华人，就是也有可能是我的科系，我是读 marketing 行销的。我们班呢几乎完全没有华人，那几乎都是本地人，然后还有很多国际生，就是中南美洲人这样子。所以我在这边呢是完全用不到自己的语言，中文用不到，然后我会讲日文嘛，日文也完全用不到。所以对我来说呢，这个环境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再来呢，就是我发现说雅思大概6或6.5的水平呢，来上大学，你可能听是听得懂，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个人啦，在跟同学沟通表达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哇，有时候本地人那个讲话速度真的不是盖的。那当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很难完整的听清楚他们想表达什么，又或者是当自己想表达的时候，自己的口语是完全跟不上。所以就会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听都听得懂，然后课本也大概60-70% 看得懂，但是就是在表达在讲的时候，发现说自己真的有很大的不足。那因为我们班呢，假设一个班级有30几个人，我们班有大概20几个人都是本地人，然后大概留学生反而是少数哦，国际留学生大概占差不多7-8个、5-6个这样子，然后他们的英文也都非常好。他们有些人呢，已经在加拿大住6年了，拿到永久居留权才来读书，因为学费比较便宜。那有些人呢，之前是在美国读大学或在美国工作，然后才来我们这边读书的。所以呢，瞬间呢，真的，一到班上，自己的英文马上变成全班最弱的那一个，那感觉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以前呢，在台湾算是自认为英文还可以，但是口语呢，真的来了以后才发现真的不行。所以呢，这一个月的感受呢，真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想跟他们多一点深入的交流，但是不够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再加上说大家就是平常的兴趣啊、看的节目啊、看的 YouTube 频道啊，可能都不太一样。那这段时间呢，我有发现，其实加拿大的本地人他们真的都还蛮 nice，都还蛮温和的。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他们不会主动的去跟你交朋友。对，所以呢，我自己呢，就是还蛮主动的去跟加拿大的本地人交朋友。所以目前呢，开学一个多月，有跟他们去私底下去健身，然后也有跟另一个同学呢，私底下去攀岩。那课堂安排上呢，就是学业比我想象中的重很多。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功课，每个礼拜都有预习，所以老师的设定就是，你来课堂之前，你就应该先预习好你的内容。你的课本你应该先读好，你再过来。所以课堂上呢，一般就是快速的带过。那课堂上呢，也有非常多的分组讨论，所以你有非常多讲话的机会，然后还有很多小组报告。我目前开学一个月哦，已经 presentation 过一次了，而且光小组的报告、大报告那种的就有3个报告，所以呢，就是有非常多跟别人组队的机会。那像刚才有说嘛，这边的华人、亚洲人非常少，所以我几乎完全不可能跟自己国家的人组队或同语系人组队，所以我都会一开始真的超焦虑的。老师开学第一天说要2人一组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超焦虑，就是超担心自己找不到队友。但是后面呢，就是凭着一股就是如果找不到队友就完蛋的心情，所以就蛮幸运都有找到队友这样子。所以呢，以目前开学一个多月呢，我还在努力适应中，但也有明显的感觉到说自己的英文口语啊，还有英文听力啊，有一点点的慢慢在进步。那当然呢，跟我自认为想达到的那个水平还是差很多。其实看到非常多来加拿大留学的人，哇，那些英文真的都是超级无敌好，才知道说哇，自己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不足。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气馁。最近呢，看到一些英文的学习频道，他就是有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不要因为
过于纠结现在的自己，而影响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就是我知道说自己英文不好，一定会就是在同学面前会变得话比较少，因为你怕会说错或别人会听不懂。那现在呢，其实我原本也是有一点这样子，直到现在也是有一点，但是我会尽量的说服自己说，不要纠结于现在的自己。然后就是也不用担心丢脸啊，就是努力的讲英文，努力的表达。如果同学听不懂，那多讲2遍3遍，讲到他懂为止。那这个方式呢，才可以更让自己进步。那今天呢，分享1个多月的留学心得就在这边，谢谢大家的聆听。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还有喜欢我在加拿大的生活的话，请麻烦追踪我的频道，追踪就好了。感谢哦，不好意思，是订阅，请麻烦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Hi guys, today I'm gonna train with my new friend in Canada. Say hi to my audience.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Tristan. Yes, and today which part we are going to train? We're gonna hit a chest day today. Okay, I'm really excited. Yeah.早安，现在呢是礼拜天，然后我准备呢要去跟同学开会，因为我们这一学期有3个报告要做。Yes, we were playing the like #1 team in. Oh, I think yes, they were. A+ on school. Perfect. Okay, awesome. So the next part is, what is your promise or coming? Hello， 大家，我现在刚起来没多久，然后我现在要赶快吃我的中餐，因为待会呢又有一个同学要来跟我讨论报告。然后自从开学之后，我觉得真的课业压力超大的，因为每一门课几乎每一周都有功课，然后每一门课在上之前，老师都要你预习，然后还出了很多那种占30%、40% 的报告。然后我跟这个同学呢是老师随机分配的，然后他是一个洋人，我们待会来看看就是我们这个报告能不能顺利的进行吧。那我现在要赶快吃早餐，中餐讲错了，鸡肉培根马芬堡，没错，是鸡肉做的。然后这边有很多生菜，我已经吃了一些了。然后跟鸡腿肉去皮去骨，然后还有这个是超好吃的薯饼。好，我现在来吃这个马芬堡，看起来很好吃，所以我想试试看，然后看第一反应怎么样。不会耶，酥酥脆脆的，而且里面有花生酱哎，好浓郁哦。很浓郁，好吃。然后它的这个鸡肉的培根超好吃的，吃起来我觉得比猪肉的还清爽，真的好吃。好，我要赶快吃了，大家待会见，拜拜。
minutes because my girlfriend moved in. So they're setting it up today, but it's gonna come with a midnight too. We still have like 2 weeks, right? I think we have even longer. Yeah, like even 2 weeks just for part one. And just like you said, do we need to actually put our member 1, member 2? I think when we fill this template? out, we can, but I Yeah. think it would be more beneficial to just go over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Okay. combine it. Everyone,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me, my name is Yichen, and I will be talking about question 2 and question 3. And I know the words is so small, so everyone is barely can see it. So I will say the important thing and try to catch everyone's eyes. So about question 2, our objective is to develop a target persona for Arizia Maxwell. So Arizia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high-end, good quality, men targeting women's wear and clothing brand.